我们来介绍崔成文的杰作，它是一个中篇，一共只有7万字，但是影响很大啊，写的真好，叫做边城，就是在写了个湘西、湖南西部的边疆地区的那个落后的情形。但是虽然落后，他们的人非常的素朴，非常的道理，非常的合理啊。好，我们来介绍这个故事啊。写一个渡船，我是很熟悉这个渡船的，在四川啊，我会摇桨，会撑篙用竹篙、用木桨，还有一个橹来驾驶这个小船走，我很会啊。这个渡船的这个老人呢他有个女儿，这女儿跟一个军人恋爱军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他不能脱离他的军队。那么这个女孩子又不能说是我就不要你这个男子，又不行，所以双双寻情，两个人在生下个小女婴之后，这个一对就自杀死掉。那么剩下个小女孩叫做翠翠翠翠就交给这个老祖父，老祖父养着她这是一个悲剧然后好了，这个小女孩逐渐的长大，很出色于是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水域，所以那个船总专门管船的叫做世珍，他的2个非常出色的儿子同时爱上了翠翠这2个数学人也很妙他们怎么会认识翠翠的说那个老大他来过渡船，那么一定要给钱。这个老船夫很好，非常的守分，我已经领过薪水了，我不能再收钱他还是要把钱留在船上，那么就上岸去了。于是老船夫就叫岸上的翠翠说：“把他拉住，把他拉住。”翠翠搞不清楚，以为这个人大概欺负我祖父这还了得，就一把把他抓得个紧紧的本来这个老大也没有注意这翠翠的，因为翠翠抓得他很紧，他就看了哟，已经长大了好美丽，很可爱爱上他了。这是老大认识翠翠的经过。那个老二更妙了老二是比较顽皮的，很活泼，非常活泼翠翠在那里等他的祖父，他祖父喝酒去了，他在一个岸边就看着有一只鸭子直直的对着他游过来，哪有这种事那个动物看人，他直直的游过来不可能嘛，因为下面有个人在鸭子下面有一个人，就是老二，他在那里把那个鸭子的2只脚拉住给它推过来，快要到翠翠的面前的时候，翠好，你再过来我就抓住你。没有想到那个鸭子那个人突然就冒出来了，把他吓了一大跳。照道理他受了惊吓，他应该很讨厌这个男子，很奇怪他觉得很调皮很活泼他喜欢他喜欢老二好了，那么然后这2兄弟感情非常好，也就知道了大家对这个翠翠有意思。好了，他们有2个目的，一个是渡船要继承，要跟翠翠结婚就承继这个渡船事业。还有另外一个上面有一个磨坊，推磨的磨坊2兄弟大概一个人去做磨坊的女婿，一个人做摆渡的女婿是吧？
那好了，现在要来追求追求翠翠怎么办呢？有两条路，一条是车路，一条是马路啊。车路这个请人来讲，来做媒人啊，这个他们都不愿意做的。然后就是马路，马路怎么样呢？到翠翠住的地方去唱歌啊，去他附近去唱歌，晚上傍晚的时候去唱歌，要唱这个，要唱3年06个月，我的老天啊，哇！那不管，他们两兄弟都约好啊，我们来唱歌比赛，看翠翠到底要谁啊？我们去唱歌啊，怎么一唱，老大不如老二啊，老大一气就放弃了，带着团队下雪。那个是远水，湘子园里的远水，远水很急，有漩涡啊，很危险。结果老大就在船行之中出事了，淹死了啊，这不就完了吗？是，这个老二跟老大来比赛，没有想到有这么个结果，于是那个寿命官就出来了啊，说这个翠翠，她的父母是自杀的，没有错，是吧？然后翠翠也不想，所以凡是沾着翠翠的人都会倒霉，都会有不好的结果。你看老大不就是了吗？是吧？这个寿命是这样哈，我是反对的因为它是一种寿命就是遗传啊，大概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不太满意，觉得我父亲不该如此，他的性格有什么缺点，所以你要去发现这个寿命也很容易，发现遗传也很容易。你看你父母你看不惯的地方他的言行或者他的言论或者他的行为，你去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如果你自己也有，那就是寿命，就是遗传可不可以改？要想彻底改是很难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我们可以控制自己是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我可以控制这种不良的因素不良的遗传让它不至于影响到我一生。所以应当所有的人，活着的人，在成年的前后应当去检讨这一环，有没有对父母有所不满，然后他们的脸他们的行有没有反映到自己什么的，如果有的话赶快要严加防范，否则的话就是寿命好了，这么一来，这个老二赌气偏心，就是我要去把我哥哥找回来，就是人死了的话，我也要把他的这个尸首找回来如果找不到，我就不回来了所以这个老二去就没有消息那这里怎么办呢有人就说这样是不是把翠翠先接到家里去那个陈总翠翠也非常喜欢翠翠的，但是翠翠蛮有志气，就是我又没有跟他结婚，我怎么可以住到家里去？我还是我在这摆这个渡船那个悲剧来了他房子旁边的那个塔倒下来了，他的老祖父也死了但是他不愿意嫁过去，他就直接摆渡船等这个老二回来。那么
没有结尾，结尾了很妙，就说这个老二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一个是没有结尾，文章没有结尾，让读者来参与你怎么想就怎么想。沈从文他自己他的写的东西到这里，他自然而然要有这么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到底如何，凭在那边了，让读者来参与，让读者来想象这个老二是不是永远不回来了？想象这个老儿子明天就回来这个呢处理的非常之好，非常之细。OK